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叫做“抗争才能赢”。中国有一首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爱拼才会赢”。大家之所以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的这个歌词给我们很多鼓舞。那么我们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个歌的歌词的鼓舞。那么是不是我们应当把这个歌词它里面的这个内容化作我们自己实际行动中的一份力量呢？今天我和大家就是要谈抗争才能获得结果。最近我们大家看到在网络上非常引人注目的两个例子，都是因为抗争获得了结果。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内涵段子，就内涵段子的90后和00后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用他们自己把整齐的汽车排列在广电总局和各大城市政府和主要广场上，用发出他们自己的这个怒吼滴滴滴的声音，向政府表达着他们的抗议和不满。最终他们是用自己抗争的形式向中共表达了他们自己抗争的信仰。同样我们看到，因为红毛药酒导致了广东的这个谭医生，他被红毛药酒跨省抓捕之后，谭医生的太太她最终选择了向社会公布她丈夫的这个冤情，同时依据整个社会的力量，用抗争的方式向内蒙古警方、内蒙古当地政府和红毛药酒这个不可一世的当地的这个企业进行了抗争，最终也让她的丈夫走出了看守所。所以这就是抗争才获得了结果。如果是屈服呢？屈服那么很简单，像中共它不仅是可以砍掉内涵段子，如果内涵段子的这些段友们他们都默不作声，选择默默无闻的忍让退缩，那么中共就会变本加厉，不光是把内涵段子砍掉，会把所有跟内涵段子相关的各种抖音啊，以及这个今日头条里面旗下的所有其他产品全部砍完。同样谭医生也是，如果谭医生的太太仍然选择跟当地政府勾兑，选择向红毛药酒酒厂求饶，选择听从当地政府指定的律师的话，那么今天谭医生一定还在牢房里面，甚至会按照他所处的这个罪名给他最大化的一种量刑。通过这两件事，我们都可以很形象的说明，在中共这个邪恶的制度下，你任何忍让退缩，选择向他们求饶，最终的结果都是自己得到更悲惨的命运。只有敢于站出来向他们抗争的人，才能获得抗争的胜利和结果。当然这些抗争每次都会付出很多代价，毫无疑问，哪有自由是免费的呢？哪有抗争是属于不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如果你选择退缩，选择忍让，是不是就没有代价了？那可能代价更惨。就像那些很多失地的农民，他们如果选择忍让的话，不仅是他们的房屋和他们的土地被强占，他们还落得个无家可归。关于是否要抗争的问题，海内外这么多年来争论就没有停过。尤其在最近，海外大量的这个舆情人员不断地要求人们不能抵抗，不断地要求人们不能上街，不断地给人们灌输中国不能乱，中国要稳定。只有在一个稳定的中共的领导下，中国才可以循序渐进地进行改良。这种改良的腔调在中国已经喊了几十年。很多所谓持的所谓合理非这个理论的人都认为，就是中国应该走入和平理性，然后呢不要抗争，然后在中共里面寻找代理人，寻找改良的路线。这条路中国能走通吗？几十年来人们争论不休，但是中共它有过一天是在改良吗？中共它所有的制度设计和它出台的所有政策，它无一是在改良，而它没有一个是体现的改良，而不断的体现它在倒退，不断的体现出它在更加的控制民情舆论，不断的对人民的所有的抗争进行更疯狂的镇压。所以中共它没有任何改良的想法，中共只需要顽固的维持他自己这个残暴血腥的政权，而老百姓他希望你永远做奴隶做顺民。那么做奴隶做顺民让你们怎么做？他一是开动他们的机器，用他们的无耻的欺骗宣传，在他们的这个宣传机器下去洗脑，让老百姓知道抗争是无望的，抗争是要流血的，抗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抗争就是意味着今天就死。如果忍让还可以活着，尽管活的质量差一点，但至少是活的。
所以他就是把人当作猪狗一样的饲养，他让你们永远做顺民。而你做顺民，不是讲说你顺的这件事就过去了。谭医生不顺吗？你能说谭医生他们不是顺民吗？内涵段子这些段友们不是顺民吗？他们都是顺民，他们仅仅是在他们自己的这个段子上面找点乐子，他们没有反对这个共产党啊，没有要推翻这个体制啊，没有跟这个制度有什么叫板啊。但是共产党不因为你顺，他就不拿你开刀，他可以随时牺牲你们，并不是因为你当个顺民，你就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因为共产党的砍刀是随时在任何一个顺民头上动刀的。中国这么多年来解决了医保了吗？解决了教育了吗？解决了老百姓的住房了吗？解决每个人的生老病死的福利保障了吗？一样都没有。那么你当个顺民，你顺什么呢？只能是你辛辛苦苦劳作挣的那一点钱不够你送到医院去看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只想当个顺民，那么你当顺民，你的房屋就不被拆迁了吗？你当一个顺民的话，共产党就不强占你的土地了吗？你当一个顺民就不会突然就被下岗了吗？你当一个顺民，你就可以解决你的医保了吗？你什么都没有。当顺民的结果依然是随时可以被人宰割，那为什么不要为自己的权利站出来抗争呢？这么多年的历史已经说得很清楚，海外的这些维稳力量，最近的这些五毛访谈节目访问的这些嘉宾，在这个论坛上面都高叫的共产党1000年不能推翻，共产党多么强大，共产党一句话就可以调动400万军队，共产党就可以把你们这些人杀个片甲不留。这些言论，你觉得它是一个海外民主传达的声音吗？很简单嘛，你去听一听嘛。这种声音跟共产党在人民日报、在中央电视台里面讲的言论有区别吗？跟国内的那些五毛论坛上面这些高叫的宁愿祖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的言论有区别吗？就这样的言论居然在海外能得到那么多的市场，那么究竟是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变化，还是共产党的黑手已经把海外的舆论已经给了极大的扩张？中共他在海外的扩张绝不仅仅是用他的所谓大外宣，他的第5纵队用海外的舆情和海外的特务来渗透海外。中共已经在海外的留学生里面和海外的很多华人里面建立了大量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就是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建立以后，被举报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的已经有多项举报。美国政府已经发觉，在美国多个州立大学里面和多个华人社团、华人各种工商协会、经济协会里面，都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的党支部组织。共产党在当年打江山时候，是把支部建在连上。共产党夺得政权以后，是把党的支部是建立在所有的基层，任何一个农村里面的大队、中队，任何一个城市里面的街道社区，都有共产党的党支部。现在海外居然中共能够把他的党支部建立在美国的各个高校里面，建立在美国的各个华人社团和华人侨区里面。你想想看，共产党的渗透已经到达什么地步？它绝不是我们看到明上的那个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只是大家都面上都看到的，是共产党通过文化渗透的一种方式。其实共产党渗透的手段非常非常多，它在整个海外社会，包括在海外的民营圈里面，都派进了大量的特务。现在的特务都是打着民主旗号的，都是高叫着他所谓要民主的啊，都是什么他要建立法治的。但是你看，特务一个核心就是什么？他不反共，他不反对共产党的制度，他不反对习近平，他要维护共产党这个制度，他要保证中国不能乱，他强调的就是中国绝对不能乱，中国一定要维护稳定。当你看到这种言论的时候，他再喊的什么民主自由都是假的，因为中国只要共产党在，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只要共产党在，就不可能建立法治；只要共产党在，就不可能有人权；只要共产党在，这个制度的邪恶和血腥就决定了他对人民永远是屠杀。所以，任何言论你去区分它，只要用这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反西反共，还是在保共维稳，还是要稳定共产党的江山，还是那种说中国不能乱。中国我们要人权，不要政权，我们要制度稳定，在中国保证绝对不乱的情况下，对共产党进行改良，对共产党里面更换一些这个腐败分子，更换一些盗国贼，然后共产党经过改良以后，率领中国人民奔上法治自由。这些言论
它通通都是共产党的维稳言论，它通通都是迷魂汤，它通通都是给人民灌输的麻醉剂。海外现在有大量的人看不清这种言论，很多人为这种言论叫好，还有相当的人去推行这种理论。什么要打盗国贼，我只要抓住几个盗国贼，铲除党内的这些腐败力量，共产党就可以轻装上阵了，共产党就可以率领人民建立民主法治了，共产党就有希望了啊！厉害了我的国，厉害了我的国是什么国？我告诉你讲，最近中共广电总局宣布，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这部片子立即下架。为什么这部片子要下架？这个片子里面有很多情节所歌颂的是中国人如何到海外去刺探美国的情报，去如何盗取美国的芯片。因为在中国，在中共建政以来，中共历来给人民培养的一种意识，就是我们中国人只要到海外去求学，一定要从海外盗窃别人的东西拿回中国来，这叫报效祖国，这在中国叫做主旋律，是弘扬的。所以他们经常宣传，中共建政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知名的年轻科学家在美国、在欧洲盗取大量人家的技术产权、知识产权和盗窃大量人家的情报资料、技术资料。带回中国，为中国所谓新中国建设去搞什么原子弹，搞什么氢弹，搞什么核武器。这些所谓的爱国科学家，他们所做的事本身就超越了他们作为一个科学家的道德操守的。他们为了向中共这个体制和中共这个恶党献媚，为了什么带上什么科技成果回国去立功，然后他们不惜做了这种丧失人格、丧失良心、丧失他们道德知识水准的这种恶劣的事情。但是中共历来把这种事情作为爱国科学家的一个培养标准，海外的华人他们纷纷已到海外刺探了其他国家的情报，获取了别人的各种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的各种机密，然后回头把它献媚给中共，认为这是一种爱国表现。实际上，谁都知道，盗窃任何东西都是可耻的，是不道德，尤其是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刺探，美国知道了以后，一定是把你这个人送上法庭。那么至于你的绿卡是100%吊销的。中共他培养的就是这种意识，所以这么多年来，海外华人始终不忘了他们心怀祖国，就是他们要偷点东西回祖国。因此，厉害了我的国的这个片子，它弘扬和宣扬的就是这个情节，就是告诉你盗取美国的芯片回国报效祖国是一种光荣。因此，当这个片子在中国大街小巷，甚至共产党的组织发文要求组织收看的时候，发生了现在川普要求对中信公司进行查处，停止对中信公司供给芯片。很多人说川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川普砸自己的脚砸得好，川普这个脚砸了以后是砸垮了你中信，中信被砸垮就意味着中国所有的这些通信设备、电脑监控、显像设备、内存设备，以及目前来的所有手机传导系统，你的芯片已经没有了。当美国人这种核心技术控制中国的时候，中国你就等着你的政府停摆，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任何一个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厂矿、高校，还是民营企业，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所有现在日常联络交往的，没有一个人离开得了这些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网络设备，所有这些科技设备里面的核心技术，通通在美国。美国这一次对中国的外贸制裁，绝不简简单单是对中国可以一个关税的问题，而是从技术的源头，从高科技核心的源头遏制住你中共。紧接着就是华为和阿里巴巴，一定逃不脱美国对他们的制裁。不要以为川普仅仅是嘴巴上说说的。最近，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冻结俄罗斯高官在美国的个人资产，冻结俄罗斯相当一部分带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和个人他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这是第一步，是俄罗斯，紧接着就是中国。川普已经正式发文说要冻结中国政府的高官他们在美国的私人财产，和美国政府已经调查出有中共政府背景的在美国的所有公司的资产。川普这一招就彻底把所有中共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后路给堵死了。如果川普这一招实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共高官的后花园就起火了，他们的老婆、情人、小三都有可能被美国政府挖出来。他们在美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他们的资产被冻结以后，他们盗的再多的钱，
你也一分也花不到，你也一分也拿不走。如果川普这一招实行以后，共产主义，你说他会不垮吗？因为共产党这些高官们，他们早就对共产党失去信心了。你现在能告诉我，共产党有哪一个人对共产主义有信念的？是要为什么全人类奋斗的？是要把他们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给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他们自己去勇于献身的？你在共产党的官员里面能找到一个吗？上至习近平，下至一个村支书，你能找到吗？习近平志大才疏，别说他什么小学文化的博士，习近平就是读1000个博士，读10000本世界名著。习近平今天仍然是一个挑挑麦子，走走山路。习近平能把人民带进民主、自由、法治吗？只要是把中共的官员他们的个人财产在海外一冻结，尤其是在美国完全冻结以后，这些人在中国过去运用他们中共给的权利，他们盗取那么多的财产，他们不能用了，也就是这些高官们白忙了。你们搞了那么多钱，最后被美国冻结了。那么放在中国不安心，因为纪委随时来抄家，随时可以把你8个片甲不留。放在海外没有一个地方安全的，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这个我给中共高官留一条后路，你们所有的资产二奶小三赶紧把他们送到朝鲜。朝鲜是安全的，金正恩现在还没有冻结你们的资产，你们拿到朝鲜去，然后把你们的小三二奶都送到朝鲜，把你们的财产送到金正恩。金正恩现在搞核武器缺钱的很，你们的钱拿过去以后，胖子会把你们的钱先用的，替你们保管的。至于你们将来想用钱的时候，你们跟胖子申请吧。三胖现在跟习近平打得火热呢，你看这2天中联部的部长刚刚到朝鲜去访问，又在朝鲜的这个劳动党党中央他的这个办公大楼叫做金达莱馆里面树立了习近平的巨幅画像，跟三胖的画像并排悬挂。习近平就满足于把自己的画像不仅在中国大街小巷要挂，要到处敲锣打鼓，要迎接他自己和他老婆的那对离人陪着，还要把他的画像送到朝鲜去悬挂，他恨不得把他的画像也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悬挂的。你再看看人家川普接待安倍，在他自己豪华的庄园里面，他不过是弄一个小圆桌，用最简单的点心和安倍夫妇大家共进晚餐。习近平怎么样？习近平可是用豪华的国宴招待的金正恩。网上有愤青把这2张照片并排的贴在这个微博上，高喊的说是从国宴的标准就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谁赢谁输。我中华大国，你看多牛啊！喝的都是上百万的茅台招待的金正恩，而川普小气巴拉跟安倍2人只能去弄2块面包就混一混了。在中国的这些愤青和小粉红里面，他们比的什么？比的就是物质。为什么比物质？是中共这么多年来告诉老百姓，你什么东西别追求，追求就是什么？开什么豪车，吃什么锦江玉食，住什么豪宅，包多少漂亮的二奶，弄哪个小三，怎么样把别人老婆混上床啊？隔壁老王在中国是档次最高的，怎么去把别人的太太混到自己的床上？这是中共给老百姓所灌输的。所以小粉红们所比较的，习近平招待金正恩多么豪华的国宴，开的上百万高档的茅台，吃的山珍海味，然后表达的我大国的雄豪。而川普，你不过跟安倍2人弄2块面包，弄个那么小桌子，小气巴拉。这就是中国人和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比较的总是外在的，中国人最喜欢比较的是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什么大楼有多么高，高铁有多么长，卫星上天有多么牛，阅兵我3军部队多么威武，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跟你没有关系。中共总是把抽象的名词灌输给老百姓，凡是用抽象名词去表达这个国家怎么样的，他都是在欺骗。人民最伟大，怀揣着美好的中国梦的理想。什么叫中国梦？什么叫人民伟大？人民伟大跟你有关系吗？你算不算人民吗？人民伟大，你告诉我，你作为一个人民，你伟大在哪里啊？那医保你有没有？医保是不是应该是人民享用的？你没有医保。那教育公平你有没有？教育公平你没有。教育公平是不是应该人民享用的啊？那住房保障应不应该有？那住房保障是不是应该人民享用的？但是你是人民吗？你保障到了吗？是不是应该获得政府给你的医保养老？你是人民吗？你获得了吗？你现在如果生病，你到你到医院里面去一趟，你就知道你是人民吗？你连猪狗都不是啊！你把那个钱交到了那个柜台以后，你可能上午交了钱，下午就通知你再拿钱，因为不够了。你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奉献了一辈子以后，
哪一个国家保障了你这个人民吗？在中国，人民永远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被喊在嘴巴上去歌颂的。而中国真正保证的是属于权贵的利益。中国每年非常少的医保的费用，都给了什么？给了高官享用。中国任何一个省部级官员，他们一年用在医疗上的费用要达到几百上千万，这是指省部级、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以上的。那么还有那么多地厅级呢？那么多县处级呢？这些官员们把所有的医疗安保费用用完了以后，轮到你这个老百姓头上还能有吗？所以为什么中国大大小小的家庭只要有一个重病，就因病而致贫？这时候你怎么不喊厉害了我的国了？这时候你不喊人民伟大了？那这时候你怎么不喊？这时候你怎么不喊犯我大中华者，虽远必诛了？川普你怎么不去诛啊？那川普犯了你大中华那么多次了，你怎么不去诛啊？你诛得了吗？现在究竟是你诛川普，还是川普诛你啊？要不是川普通过中美贸易制裁，要不是川普要求中共去兑现 WTO 的诺言，中共怎么可能把抗癌药的关税降到0啊？中共怎么可能把医药的这个费用，进口医药的费用完全把关税降到0啊？而关税降到0的这些医药，它惠及了就是普通老百姓，就是每一个要等着这个救命的药治你们家有癌的这些家属的，它惠及的是你普通民众，它是川普给你的，所以你究竟应该是感谢川普，还是应该感谢共产党啊？在共产党统治70年下，你获得过一丝一毫共产党给你的恩惠吗？共产党给你带来的都是血腥的屠杀镇压，共产党给你带来的是无休无止的运动，共产党带来的你是一茬一茬在你头上的里面割韭菜，把你们的钱洗光，把你们的油水榨干。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是无数的中共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需要我们每个都去举例子吗？今天拯救了中国老百姓恰恰是川普，所以网友很多讲美军没来我盼望，美军来了我带路。我告诉你讲，美军今天根本不需要到中国来，美军真的要叫你共产党完蛋，除了外贸制裁你，除了把中国高官的所有的资产没收，同时美国人只需要把高科技的所有的芯片不再供，把所有的软件你中国要么付费，要么把所有的软件给你停止，至少是可以停止服务、停止升级。你没付钱凭什么服务呢？中共就崩溃了。中共任何一个厂矿企业，中共任何一个政府机关，它全是靠着这庞大的这些办公系统，它所运用的软件硬件100%的是美国提供的核心产品。这些产品只要一停止，整个中国政府就停摆，3天中共就垮台。你不要认为这是耸人听闻，那是因为美国没有被逼到这一步。美国只是现在一步一步的紧逼你中国，回到 WTO 所承诺的所有对百姓你许下的诺言的桌子上来。如果你中共持续做不到，那么川普的打击会一步跟着一步，先是外贸制裁，增加你的关税，其次是停供你的核心产品，再次是停供对你的所有软件服务，同时对中国在海外的所有高官，只要有名有姓的在海外高官的资产给予冻结。把这些事办完了以后，你觉得中共还能再继续生存吗？那么中共唯一的办法是什么？鼓捣你们这帮愤青团结起来抗美抗日，让你们这个愤青的血肉之躯过来让你们去捐躯。所以真正当炮灰的时候，是中共检验你们的时候。这些小粉红，这些在海外帮助中共维稳的这些人员，包括他们喊着中共要稳定，千万不能乱的这些人，到了中共考验你们的时候，看你们上不上，看你们会不会为中共去卖命，为中共当炮灰。现在你讲的好听一会，你要爱你的国，你要你的国家怎么稳定，你要共产党怎么去改良，你要共产党领导你们带向前进。你看看共产党到时候他首先牺牲的是你，还是先牺牲他们的老婆孩子？非常简单，这就是中共今天他所有放在人们面前，大家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的画面，不会太远。大家坚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只要我们能够一致对待中共这个腐朽的制度，立志把中共这个制度推翻，立志把中共这个制度摧毁，我们只要坚持我们这个目标不动摇，要对那些保习保共、保习维稳和保共改良的人，对他们进行驳斥。只要坚定的
反西反共，反对共产党这个无耻的制度，摧毁共产党这个无耻的制度，中国的明天一定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建成。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